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外星人。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请点击关注、收藏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2014年10月的时候，一段视频火爆全球，各大媒体也争相报道。视频中是一位叫做博伊德·布什曼的美国老人在临终前接受的采访。视频中，他指着一组照片说，外星人不仅真实存在，还经常光顾地球。他还爆料说，美国51区里面有18个外星人已经和美国军方合作，并且他和外星人一起研究过外星科技项目，还从外星人那里得到不少关于外星文明神奇的细节。另外，这段爆料视频还包含了大量关于外星人长相、交流方式、种类、来源的详细介绍。除此以外，曝光的内容和之前我们聊过的多位内部爆料人内容是可以互相佐证的，整体来看可信度很高。原来，这位爆料的老先生布什曼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曾经在美国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40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从1912年创立至今，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军火承包商，在全球军工企业排行榜中名列榜首，并且是美军最大的建造商、供应商，同时还是美国能源部航空航天局 NASA 的主要承包商，自然是财力雄厚，技术尖端。而布什曼在洛克希德公司担任的是高级工程师，他本人曾获得无数专利，例如磁场驱动、电子辐射检测装置的先进设计等等。他也是一名资深的科学家。另外，他也曾在美国空军基地51区工作多年，这也是令他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他说那里有很多的设施都是在研究外星人，很多不属于人类的技术也在那里被开发和使用。他说那时候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外星技术逆向研究转变为可以为美国军方所使用的军事科技。就是这样一位资历深厚、背景强大的科学家，临终爆出了美国政府隐瞒外星人的信息。随着这段视频被曝光，犹如深水炸弹般席卷了整个网络，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之前的爆料人相同的是，布什曼也是在生命最后时刻才站出来爆料的，但不同的是，他要求这段采访视频只能在他去世后公布。故事说来话长，在布什曼沧桑沙哑的嗓音下，他开始娓娓道来。1995年的一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51区的项目负责人找到他，邀请布什曼去51区工作。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13年。到51区工作的第一天，他就被要求签下了保密协议。他作为高级工程师，有权限近距离的拍照，在权限之内可以查看部分机密文档，但是必须严格保密。在51区工作的13年期间，布什曼原有的世界认知观被彻底摧毁了。因为他亲眼目睹并参与了大量外星飞碟的研究工作，外星飞碟的科技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还见到了传说中的外星人。布什曼说，51区的一个飞行器是碟形的，直径38英尺。视频中，他对着镜头展示了飞碟的很多照片，例如还没有启动、准备起飞飞碟照片。这种状态下的飞碟只能看到上半部分，当飞碟启动的时候，另外的下半部分就会亮起来。还有即将起飞飞碟照片，而当飞碟准备飞走的时候，通体都会发光。布什曼说，这些飞碟的科技实在是太先进了，很多的原理科学家们根本也无法理解，所以破解进度也异常的缓慢。他们知道飞碟是利用反重力原理进行垂直起降，飞行的时候不仅速度极快，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声音。很明显，这些飞碟科技遥遥领先人类。布什曼说，自己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反重力和破解飞碟材料的研究。基地的工作人员会将一些飞碟的碎片送到他的实验室进行研究。这些飞碟碎片非常特别，我们在前几期也有聊到过罗斯威尔飞碟神奇的碎片和先进的飞碟科技。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而布什曼和团队就曾经对飞碟碎片进行了电压测试。当他把飞碟碎片连上电极后，发现飞碟碎片有供电的能力。后来他们将飞碟碎片和实验室电力系统连接在一起测试，实验结果让整个团队目瞪口呆。小小的一片飞碟碎片，竟然能让整个实验室在满负荷的状态下运行了整整6个月。不仅如此，布什曼和团队把3块飞碟碎片和2块粉红色晶体一起称重时，读数显示总重为100克。而当把3块飞碟碎片拿走后，粉红色晶体突然变为650克。在场的科学家都很惊讶，这3块飞碟碎片竟然有减轻重量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些飞碟碎片材料本身就有反重力属性。所谓的反重力说白了就是不受地球重力的制约，就像外星飞碟一样，可以急速腾空，也可以悄无声息地静止在空中。另外，通过研究飞碟碎片，发现了新的元素地、山、爬，还有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化学元素。更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在51区的工作中，他发现并不是只有美国人和外星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经常一起探讨怎么把这些技术应用到人类的科技探索和日常生活中。他声称51区 S4 基地内至今还有很多科学家24小时不间断地研究逆向工程。另外，布什曼说在51区里至少有2种外星人的存在，总共有18个外星人。布什曼接触到了其中的一种外星人，可以看出照片中的这个外星人具有智慧生物的特征。他说这种外星人身高在1.3米到1.5米左右，身材非常的瘦小，头很大，眼睛也很大，全身没有毛发。布什曼对外星人外貌的描述跟我们前几期聊过的罗斯威尔事件中的外星人特别的相似。那这些外星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知道小灰人是来自泽塔星系，距离地球大概39光年，属于猎户座星团。而布什曼爆料的这种外星人来自于 Quintonia 星球，距离地球68光年。而且从外貌上仔细看的话，眼睛、鼻子还有嘴巴，这种外星人和小灰人其实长得都不太一样。他们有5根手指，每一根都非常细长，比人类的手指大概长30%。他们的5个脚趾之间有像青蛙一样的脚蹼，在硕大的脑袋上，3根血管清晰可见，体内有3根宽大的肋骨包裹着上半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布什曼都没有搞明白这些外星人是怎么交流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直到他开始和外星人直接交流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个外星人也和我们前几期聊过的小灰人一样，完全不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而是通过类似心电感应进行沟通交流。如果你脑中有任何问题，都不用开口，这个外星人会通过心灵感应知道你的想法，类似于人类的读心术，并能在你的脑海中回复你。而且这个外星人曾经告诉布什曼说，来到地球的外星人非常多，大体分为2大类，一类对人类是友好的，另一类是对人类别有所图的。布什曼还问过这个外星人，他们飞到地球到底要花多长时间呢？外星人说，按照地球的时间标准来算的话，是45分钟。外星人的回答让布什曼十分震惊，他们的星球和地球距离有68光年。如果想要从那个星球到达地球的话，人类最快的飞行器需要27万年。就算是以光的速度30万公里每秒，都要飞整整68年。外星人却只要45分钟，布什曼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请求这个外星人下次从太空中拍一张太阳系的照片。布什曼手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外星人从飞碟中拍摄的。在这张照片中，我们能看到木星、土星、火星还有地球。这张照片上的颜色五彩缤纷，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在网络上见到的那些宇宙星空图，美轮美奂。以上布什曼爆料的所有信息不仅非常的详细，而且还展示了大量的证据和实拍照片，比如超光速、读心术，还有外星人有200岁寿命，飞碟不受地球引力制约，每一条都颠覆了我们人类对于科学的认知。以布什曼这样的资深科学家的身份，又是在临终才爆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编造外星人的故事，也没有和任何的经济利益有任何的捆绑。布什曼的行为倒更像是在临死之前想把秘密公之于众，一如从前的西方人在临死之前要跟神父忏悔，说出自己的秘密，以求得上帝的宽恕、良心的解脱。大家应该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不是第一个爆料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之前我们也曝光过几位声称自己接触过外星机密的人，他们多数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们只是想在生命结束之前，让世人了解宇宙的更多真相，好让自己轻松地离开这个世界。对于掌握外星人信息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机密的人，如果不告知公众，才是最孤独的。不管是谁出来现身说法，也不管有多少证据去支撑他们的论据，不信的人总会持怀疑态度。那么，为什么所有爆料人的描述是惊人的一致呢？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揭晓另一位重磅爆料人。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